好事多的大成鸡胸肉一直都是我第一堂生酮饮食日常的菜单，我也持续在找更便利、更好吃的烹调方式。平时我就是摆在不粘锅这样煎一煎，但我觉得效率还有好吃程度可以再改善一下。今天来做做看醉鸡，虽然酒本身是碳水化合物，但我想只要腌制进一点的话，应该无伤大雅。而且醉鸡也算是药膳食谱的一种，可以滋养肝肾、补气补血。营养标示估计是这样子，供各位参考一下。今天我会分享2个版本，看哪一种比较方便或更好吃。我们进入第一种做法，在锅子里面装满清水，注意这边深度要尽量淹过鸡胸肉的高度。接着把清水煮到大滚，这边刚好可以用到上次种在杯子里面的葱，剪个1-2束下来，切成葱段之后，等等放到锅子里头。大滚之后，就可以先把鸡胸肉放进去。葱段也加一加，顺便放点盐。再像这样盖起来，记得留点缝隙。接着再转最小火，每一个瓦斯炉最小的火力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你只要注意水面的气泡是很少，就是一点点这种感觉，或者是整体温度保持在80到90度就可以了。接着就这样煮个20分钟左右。看来温度控制得不错，一直都保持在90度左右。我们切开来看一下最厚的地方有没有熟。看起来是 OK 的，我就先放凉一下。那如果觉得需要快一点的话，可以放到冻箱里面加速它的冷却。冷却之后放进夹链袋里面。一般做醉鸡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用到很多的酒，感觉比较浪费一点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办法可以节省酒的用量，那就是准备一张厨房餐巾纸，这种纸吸收力特别强，放在鸡胸肉表面可以加快鸡胸肉吸收汤汁和酒的速度。今天据点刚好有一瓶伏特加，来用用看。先倒一点在餐巾纸表面，然后再加一点刚才的鸡汤。煮完鸡胸肉的鸡汤本身味道也还不错，记得不要浪费哦。最后我们再放点枸杞进来。然后再借由水的压力，像这样把空气慢慢从密封袋挤出来。封好之后放冰箱冷藏24小时。
我们再来做第二种做法，这个是我们家族一直以来做醉鸡的方式。做法更简单，先在鸡胸肉表面抹上一层盐，然后就这样子放进电锅里面。我这边用的是喜马拉雅海盐，这种盐的微量元素比较丰富，而且比较不会有塑胶微粒的残留。这一次我们就先把枸杞先放进去，一起蒸。一样加点青葱，先倒进8分满的水看看。一样蒸个20分钟，起锅满满的蛋白质和浓缩的鸡汤。周围渗出白色的部分，基本上就是蛋白质。不过如果不敢吃，也可以拿掉。接下来就一样，这样冷却之后装袋。后面步骤都一样，再铺上餐巾纸。把酒和汤汁淋上，最后再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封起来。我在想，这一次汤汁是浓缩的，可能味道会更好吧。一样放进冰箱冷藏24小时。隔了1天之后，2种都打开来，把餐巾纸先取出来。电锅版的枸杞炖得比较烂，而且汤汁好像比较浓郁一点。水煮版的汤汁清澈，枸杞也比较完整，整体外观看起来也比较漂亮干净。稍微装饰整理一下，我们来比较一下哪一个比较好吃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电锅版的比较好吃一点，而且好像也更好做，吃一吃吧。